那一天，十里红妆嫁衣如火。那一天，既是送亲，也是送葬。只见花轿里的舒云拿起绳子往顶上一挂，绣鞋一蹬，便化作了渺渺香魂，随风而逝了。霎时间，三清六气哭成一片，喜事转眼就变成了丧事。而在不远的高山上，站着同村的5个少女，她们也想好了，以后就像舒云这样死。因为村里的仙姑说过，上吊是最体面最雅洁的死法，其他的像投河割脉吞火柴，不是把身子泡得像头猪，就是把人弄得血糊里拉的。当然最要紧的是赶在出嫁前死，不然把身子弄得马虎了，便进不得天国的花园。据说那里不用割草，也不用做家务，每天只是养养花浇浇水，日子过得十分自在。在对天国的憧憬中，5个要好的姐妹相约着要一起共赴黄泉，一起手挽着手去遨游花园。至于地点呢，她们选在了河边废弃的老屋里，那里有花有草有山有水，可谓是一个绝佳的葬身之地。衣服呢，要挑最漂亮的，穿个7、8件，完了再套件鲜红色的灯芯绒，又时髦又亮眼。不过这些奢侈的寿衣也不知几时才能置办齐啊。想必你很疑惑，这5个正值妙龄的少女为何一心求死呢？这还得从她们每个人的不幸开始说起。当然最大的不幸便在于她们都是女人，是父母眼中的赔钱货。在出嫁之前，她们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，哪怕是最热的3伏天也得下地干活。像明桃一边还要洗衣做饭，一边又要帮着父亲染布。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但她却连饭都吃不饱，甚至动作稍慢一点呢，也会被后娘骂作木头死人。而弟弟3明好吃懒做，越忙越要去偷闲抽烟，后娘对此则是装聋作哑，不管不问。因为3明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更是家里传宗接代的希望。如今后娘见明桃已经到了婚配之年，便急着为他牵线说媒，恨不得马上脱手。近日明桃的亲事终于被定了下来，但未来的丈夫呢，却是个废老鬼，说一句话要咳3口血，基本呢就只能活个4、5年了。所以啊，这门亲事说白了就是婆家想买明桃的肚子，生个娃留个种。再说爱月，她年方18，面若桃李，天生便带着一股仙风道气，因此在每年的赛观音习俗中啊，她都能拿到第1名。今年得了赏钱之后，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买上几尺时髦的灯芯绒，可父亲却以给奶奶祝寿为由，将钱全部要走了。按照当地男尊女卑的礼俗，女人一旦出嫁之后便不能再上桌吃饭，所以数十年来，奶奶一直都是窝在灶房里吃孤食。如今一听儿子要给自己办70大寿，她兴奋的连觉都睡不着，心想啊，自己在有生之年终于能做一次上席了。是日3清6气鱼贯而来，人人都对着爱月的父亲赞不绝口，夸他是难得的大孝子。开饭时，奶奶更是一番精心打扮，欲朝上席走来，但众人鄙夷的目光却好似冷箭一样，把他逼在原地。尴尬之余，儿子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妈，您还是回灶房里吃吧，这妇道人家哪有做上席的嘛。”说完，众人一阵哄笑。儿子呢，则把家中的小男丁一把揽入首席。穿过冷清孤寂的走廊，奶奶回到灶房里，缓缓摘下了头上的寿星花。回想往事，她无比后悔，想当年自己也是10里8乡有名的大美人，也想过和姐妹们去天国游花园，但一念之差，还是选择了嫁人。
他原想着这日子终究有个头啊，可奈何如今熬得皮包骨头，儿孙满堂，还是连上桌吃饭的地位都没有。望着老泪纵横的奶奶，爱月的眼神里全是绝望，似乎已把自己出嫁后的日子一眼看到了头了。比起爱月，何香的样貌少了些许温柔，多了几分俊秀。虽然家人已将她许给了邻村的泥瓦匠，但何香仍常常去找心爱的情郎阿贵，两人甚至约定好了，将来即使嫁了人娶了亲，也要暗度陈仓，私会偷欢。而何香父母双亡，从小便和哥哥相依为命。哥哥呢，勤劳能干，唯一的毛病就是爱喝酒，爱打人，平日一言不合就对着媳妇儿大打出手。近来何香发现哥哥一旦外出干活，嫂子就要出去割猪草。更蹊跷的是，他每次都会把衣服晾在高高的竹竿上。疑惑之余，何香意识到了这应该是一种联络暗号。这一天，他悄悄地跟了上去，想探个究竟。只见嫂子一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，不多时便消失在了茂密的荒草之中。待何香几番搜寻，果然发现嫂子正和一个野男人抱着换唾沫吃呢。或许是同病相怜，何香一直对嫂子的秘密守口如瓶。不过这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呢？这天他才走到街市上，便看见嫂子被剥得一丝不挂，脖子上还挂着2只破鞋。哥哥一边打一边骂，恨不得向全天下的人都宣告自己妻子的丑事。那一刻，何香觉得被剥光的不是嫂子，而是自己。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阿贵也认为偷欢的女人就该打。羞愤之余，他直接给了情郎一嘴巴，扬长而去了。花开5朵，各表一枝。却说姐姐临产之后，桂娟便赶着去照顾。可怜姐姐挣扎半日，疼得肝肠寸断，人都几乎虚脱了，但孩子还是出不来。而婆家一听是个哪吒胎，也不管3七21了，仍对着肚子朝死了按，直至血流了一地。夜过3更，姐姐已疼得昏死过去，但婆家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按照稳婆的建议，牵来一头老黄牛，直接把姐姐架到了牛背上。随着婆家的几声驱赶，老牛顶着姐姐的肚子越转越急，那血就像是水龙头一样，止不住地往下淌。几经揉挤之后，姐姐终于生下了一枚男婴，但此时的她已是气若游丝，血尽灯枯了。姐姐，胆喘，回家之后，悲愤攻心的桂娟大病了一场。更令她绝望的是，母亲已经答应了婆家，将她再嫁给姐夫续弦。而在5姐妹中，要数金梅年龄最小，也最天真。当年她失足落河中，全靠明桃姐舍命相救，才活了下来。所以这次明桃姐要走，单纯懵懂的她便一心跟随，以作报答。是夜，姐妹们一起来到了仙姑家，想问问关于天国的事儿。这仙姑原是城里有名的娼妇，随着年老色衰，她便回村摆了几尊菩萨佛祖，摇身一变成了道坛圣母了。她自称能招魂引鬼，还能和过世的人会面说话。一开始大家都不信，但年复一年，猜疑就变成了确信，轻蔑也变成了敬畏。如今听姐妹们要见淑云，她便一边哆嗦，一边念念有词，装出一副被鬼附身的样子。淑云姐，花园里边也有男人吗？有啊，不过那里是女子娶男人，花园里的女子是不离娘家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就是，那个男人也打女人吗？不，
女人是宝贝，宠都宠不赢呢。那里的女子也生孩子吗？生，不过生起孩子来蛮顺的。那里的女子也会变老吗？不会，那里的女子是不会老的，100年也是年轻女子。随后姐妹们东拼西凑，孝敬了仙姑2升米。自此，她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欠任何人，包括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她们也早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还清了。9月初9这一天，5姐妹穿上了崭新的红嫁衣，相约着来到了僻静的老屋里。码起砖垛，绳子一结，她们曼妙的身影从容地站了上去。那恬淡的笑容是对天国的憧憬，也是对人间最大的绝望。随着5堆砖垛一一登倒，老屋的横梁终于是承受不住，轰然一下应声而塌。可就算是死了，这个世界还是不肯放过他们。一日，5具尸身装在了鲜红的花轿里，被送去配了阴婚了。唉，只叹命如浮萍随逝水，风霜刀剑严相追呀。到头来仍是冰姿玉骨伪尘沙，一缕孤魂望天涯。这部由王静执导的《出嫁女》于1991年上映。由于该片年代久远，画质较差，所以我们用 AI 软件进行了高清修复。电影中的5个少女虽境遇各不相同，但如果串联起来，便是旧社会压迫女人、剥削女人的一张天罗地网。像明桃，逃不过的是父母之命，只能委身嫁给一个废老鬼。荷香呢，虽然敢于反抗包办婚姻，一心的去追寻心之所爱，但最终呢，还是逃不过世俗道德的谴责压迫。更可笑的是，连他心爱的情郎也认为女人就该3从4德。当然，就算你能像桂香姐姐一样嫁个2情相悦的乘龙快婿，也逃不过婆婆的魔爪，最终沦为了生育工具。最后，哪怕你熬得儿孙满堂，那么也会像爱玉的奶奶一样，到了70岁，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。而正是对现实人生的绝望，他们才会相约着一起共赴天国，以求得一个解脱。至于仙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最后5个花季少女吊死在了同一根绳索上，其实这寓意着她们都是被勒死在了封建社会编织的绞索中，而她们的死是对这个世界无可奈何的一种反抗，也是一种无言的呐喊。那恬淡的笑容其实是最绝望的伤心，也是曹雪芹笔下的万艳同悲，千红一哭。